丈夫买了价值6万元的大钻戒，层层包裹藏在抽屉里。我无意中翻出这个惊喜，内心深处无比欣慰。当初嫁给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子，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然而，我心疼他赚钱不易，想要把钻戒卖掉，给他换块名牌手表。拿着钻戒到珠宝店里说明来意，导购一席话让我惊呆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间烟火》。夏末初秋的午后，窗外的蝉鸣断断续续，我正坐在店里发呆，一杯莲心茶喝了半天，却无法消除掉心底的焦灼和忧愁。老板，这件内衣是咱们店里最贵的吗？正愣神，有顾客上门了。来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身性感装扮，吊带领口很低，露出傲人的事业线。她瞥了我一眼，径直朝着高端货架走去，一件件翻下来，不看质量，只看价格牌。最终，这件售价5000元的镇店之宝入了她的法眼。拉起门帘，女孩毫不扭捏地将吊带一脱，我都忍不住惊呼造物主的神奇。起码一罩杯，纵使我卖了那么多年内衣，也不常见的尺寸。这款按摩调整型内衣是国外最新科技，最适合你这样傲人的身材。我实话实说，想揽下这扇大生意。女孩笑了笑，傲慢地伸出手，意思让我伺候她换上试试。可就这一个动作，我却差点惊呼出声。她手上戴的这颗方形钻戒，我似乎在哪儿见过。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时间回到1个月前，当我看见那枚闪耀着璀璨光芒的钻石戒指静静藏在老公抽屉的最里层时，这句广告语瞬间闯入脑海。它那么大，那么闪，美好的像是一场绮梦，反射出的光芒刺痛了我的双眼。那一瞬间，泪水汩汩流下，为老公的知心浪漫，更为自己的苦尽甘来。我叫张慧，是一名个体经营户，多年的操劳，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这些年忙于生意，不注意保养，皱纹和斑点早早爬上了脸庞。我把戒指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的手上，大小正好，可常年搬运货物粗糙干瘪的手指，实在配不上这一抹熠熠生辉的光。但我还是心满意足，无论配与不配，相信都是老公的一点心意。想当年我们结婚时一穷二白，我家从小重男轻女，我毅然决然拒绝了父母介绍的殷实人家，因为就算彩礼给的再高，也是将来为弟弟娶媳妇准备的，一星半点儿也落不到我自己手里，换来的是父母暴怒，将我暴打一顿，赶出家门的下场。而老公林威家则更奇葩，他的父母独宠家中老小，也就是他弟弟，而他结婚这件大事，在家里甚至不如弟弟得了感冒来的有分量。家里穷，你们有手有脚的，要结婚自己去挣钱，我们可是一分都拿不出来。还记得第一天上门去见林威的父母，他母亲将头天的剩菜热了热，丝毫没有宾客上门要招待的样子。他父亲外出打麻将，甚至连面都没有露。我把话摆在这里，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娃，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管，你是娶天上的神仙还是山里的妖精，更与我们无关。以后养老我也指望你弟，不会来牵扯你们的。听亲生母亲说出这句话，林威当场红了眼眶。本也不指望父母给些什么，他当年心心念念只想给我买个戒指，哪怕是小小的素圈金戒指，也算是我俩百年好合的见证。就这样，我们俩像一颗藤上结的2个苦瓜，蔫头耷脑地离开不被当人看的原生家庭，来到城里讨生活，随行的只有2床补丁落补丁的破被子。我们俩将被子铺在避风的桥洞下，
一个馒头分成2顿吃，他总是把有限的榨菜留给我，才熬过最初那一段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日子。后来，凭借舍得花力气，我们总算在寒冬到来之前租到了一个小小的单间。再后来，我们开始走街串巷卖内衣和针头线脑，直至有了自己的内衣店。想起当年自己一个人去广州拿货，舍不得那点运费，几十斤的大包自己一个人扛，怕被偷，在火车上3天3夜不敢合眼。等我有钱了，第一时间就给你买个戒指，铂金带钻的，弥补你这些年跟着我颠沛流离的辛苦。这些年我们生意做得不错，或许是有了底气，反而更加精打细算。我迟迟没有同意林薇给我补买一个戒指的提议，心想有彼此就什么都够了。没想到就在结婚17周年纪念日前夕，居然发现他藏了那么大一个惊喜。戒指旁的小票上，我看见这枚戒指的售价6万块钱。一想到那么昂贵的东西，应该就是老公偷偷藏起来给我的纪念日礼物，我的心脏砰砰跳，又惊又喜，可更多的是心疼。6万元，我们得卖多少件内衣才能存够啊？孩子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一时间，我的那点喜悦烟消云散。不行，这么贵的东西戴在手上，怕是连手都不敢抬了吧。我关上盒子，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戒指退掉。老公不是早就想换块手表了吗？男人在外面跑生意，手表是脸面。想到这儿，我心里甜蜜蜜的。照着发票上的地址，我找到了这家位于市中心的珠宝店。第二钻戒，男士一生仅能定制1枚。高大上的广告语吸引眼球。我走进明亮的店面，局促地拿出那个硕大的首饰盒。我老公给我买的结婚17周年纪念礼物，但是这太贵了，我想退货。第一次进珠宝店，我局促地说完诉求，漂亮的导购很有礼貌，他戴上洁白的手套，才小心翼翼打开盒子。这位女士，戒指是我们店里卖出的没错，只是……她将戒指举起，拿到灯光下对照，然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对不起，我们退不了，您仔细看看这里就明白了。”怎么？那么贵的东西，你说退不了就退不了？我有些着急，但还是按照导购的指引，细细打量戒指的内圈。突然，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戒指内圈刻了一行小小的字：“送给我的一生挚爱，萌萌。”实在抱歉，要是没有专门定制刻字服务，戒指可以退货，可这刻了字的东西，我们就没办法2次出售了。导购满脸抱歉地将戒指再次装进盒子里递给我。您看老公多爱您啊，可能就是怕退货，干脆把您的名字刻在戒指上，您就接受这份心意吧。导购的笑容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模糊，我耳边全是嗡嗡响的杂音，心中只有一句话：萌萌是谁？我魂不守舍地回到家中，对这枚戒指的来历和即将面临的去处百思不得其解。萌萌，一听就是个女人的名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想起夫妻17年，我和林薇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我一直觉得夫妻本是一体，能一起吃苦，就能一起享福。没想到，如今泼天的富贵来了，却似乎没有到我的头上。转眼17周年结婚纪念日到了，林薇神神秘秘地拿出了礼物，一台扫地机器人。老婆，我对你好吧，有了它能减少你做家务的频率。以后可不要再说我不懂浪漫了哟。她大口大口吃着我做的饭菜，丝毫没有察觉我眼中的泪光。吃完后，她换了身衣服，转身就走，说是与人约了谈生意。我颓然坐在餐椅上，看着一桌的残羹冷炙，
突然意识到，老公已经把这个家当成了免费的食堂和旅馆，高兴了回来吃，偶尔回来睡，而我像一个摆设，空有老婆这个头衔，却享受不到半点好处。对镜自照，自己这张苍老的面孔，怎么比得上外面新鲜水灵的小姑娘呢？看着店里每天叽叽喳喳来买内衣的女孩子们，她们出手阔绰，很舍得投资自己。再看看自己穿的，通常是不好卖的老旧款式或残次品。我从不在外貌上过度在意，用来吸引老公的目光，就像我坚信他不会有二心那样。所以，当带着那枚钻戒的女孩出现在我店里的时候，我心痛到无以复加。面对明显挑衅的眼神，我甚至不敢多问一句：“大姐，这一款现货有几件？”我男朋友就喜欢看我穿聚拢型的，说是看了欲罢不能，别管卖5000还是1万，我男朋友都愿意买给我。他媚眼如丝，再次抬起手，示意我伺候他宽衣。我脸色铁青，面对赤身裸体打上门来耀武扬威的情敌，脑子像是当场宕机一般。你走吧，我的店不做你生意。我挥挥手，这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发作了，除了将他赶走，别无办法。有钱不赚，果真是傻子。他慢条斯理地穿回自己的衣服，满脸不屑。没关系，我让我男朋友到别的地方调货给我，没啥了不起。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背影，我无助地蹲在地上，想当年我和林薇第一次来到城市，也是这样蹲在马路边，看着满大街俊男靓女，车水马龙，憧憬着未来，也为接下来的日子忐忑不安。只是当时两个人蹲在一起，就算前路漫漫，也有个伴。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可能将来也只剩我一个人了。小三上门挑衅的事，不知道林薇知不知情，只是那天之后，一直对这件事犹豫不决，或者说没有勇气捅破窗户纸的我，突然就下了决心。大家都以为我是准备开分店了，店里难得忙碌起来，看货、参观代工厂、打板，准备新的商标和名称。我又找回了当初刚刚开始做生意的忘我和冲劲。虽然已经年40多，但上进心是最好的营养品和褪黑素。林薇那边彻底放飞自我，已经很少回家住了。我的冷淡反而为他增添了不再回来的借口，而我乐得清静去做自己喜欢的事。3个月后，我将儿子送到寄宿中学，嘱咐他好好照顾自己，留下一个信封，走了。信封里是这么多年来家里点点滴滴的注意事项，我事无巨细，一一写好，像是对过去的自己和这个男人做最后的交接和道别。林薇的母亲违背了当年的诺言，眼看我们两口子开始发迹，而小儿子却因为作奸犯科，把监狱当成了家，早就一转头来投奔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照料。儿子还未成年，且马上面临高考，学校、补课、营养样样要人管，这些年也一直是我在操心。最后是店面，虽然名义上林薇是老板，但我付出的心血远远比他多得多。如今我撂挑子了，这些烂摊子就留给他的莺莺燕燕来接手吧。17年，我们房子越换越大，满屋的东西都是我一点一点置办的。可如今要走，我的行李却只有一个大箱子。我不爱珠宝，不爱漂亮衣服，更不爱打扮自己。本以为自己贤惠，实际上你不花老公的钱，自有别的女人替你花，这反倒成了老公不再爱我的理由。你看多蠢！最后，我在信封里装进一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看这个家一眼，我关上了门。何必囿于厨房与爱？外面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我。
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有了之前的经验，二次创业比第一次顺利很多。这一次，我用自己的名字为新的品牌命名，这完完全全是属于我的，而不必依附于另一个男人。1年后，生意上了正轨，我也放下心结，开始爱自己，投资自己，四处旅行。这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状态。然而，当林薇失魂落魄地找到我，我的心还是狠狠疼了一下。她看上去苍老了10岁，头发白了一半，瘦骨嶙峋，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老婆，求求你回来吧。她带着哭腔，未语泪先流。从她断断续续的描述里，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她的萌萌如愿入住我们原来的家，还在内衣店当上了老板娘，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原本一切都美滋滋。可这大小姐不懂经营，每天睡到日上3竿才起，白天不开店，只想着逛街买奢侈品。渐渐的，店里留下一屁股烂账，险些倒闭。林薇只好每天守在店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店员。儿子对父亲恨之入骨，老母亲每个月要寄的药，弟弟什么时候探视，林薇一无所知，因为烦乱而焦头烂额。一天深夜回到家，小女友早已呼呼大睡，冰箱空空如也，外卖餐盒堆了一地，而林薇连件洗干净的内衣都找不出来，她发飙了。小女友被人吵醒，大呼自己找那么大年纪的男友就是为了享福的，家务一点不干是应该的。想要免费保姆，把你家黄脸婆找回来呀！小女友扬长而去，留下了刷爆的几张信用卡。林薇彻底没了心气。老婆，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重要。她抓住我的手，真诚忏悔。是吗？我也这么觉得呢。我默默抽回手，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背影。见识过豺狼之后，成长的是你，绝不应该是攻击你的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